吻我。比尔，快吻我。艾米，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啊？怎么了？你不舒服？怎么了？没事儿。你不是想喝椰子汁吗？你看，我去给你买椰子去了。在哪儿买到的？啊，那边有个超市。哦，你专门到超市去买椰子给我？我现在啊，是你的专职保姆。去把那花儿拿走。哎呀，我闻着那味儿啊就难受。哦，送给护士小姐吧。这些花送给你。哦，这些花真漂亮，谢谢。不客气。小凤啊，几天几夜都没睡好，把你给累坏了。没事儿。他有事儿吗？谁呀？他好着呢。等我病好了，跟我一块儿到公司。去干嘛？你不是一直想学做生意吗？ Is the child often left home alone? Excuse me. Are you Miss Lynn? Miss Lynn, you left the child here alone.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may not be left unattended. It's the American law. You often do this. You're losing your right to keep this child. Do you understand? 我听不懂你们的话。Sorry, English, no. Miss Lynn, you left the child here home alone.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may not be left unattended. It's the American law. You often do this. You're losing your right to keep this child. 他说什么呢？ You've broken the law. You're going to lose your child. OK， 我给我妹妹打个电话啊。有电话，哎，快。喂，小凤是我呀，跟你说啊，2个警察来我们家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你跟他们说啊。哎。Hello. Miss Lynn's sister? This is the same officer you talked to earlier. We have a problem making her understand that she's going to lose her child. 什么？哎，你现在把电话交给林女士。哎，喂，姐，你别着急，对，是有点问题。好，我马上过去。我妹妹开车到这里 ，OK？ OK。Thank you 啊，我可以录吗？拜拜。
小胖，小胖，小胖，我的孩子哪儿去了？啊，哎呦，我的孩子你看见没有啊？哦，等一下，天哪！我的孩子，哦、yes, baby。对 ，baby， 我的 baby 哪儿去了？你看 ，baby， 我的 baby， 你看见没有啊？因为你的原因，你的孩子你可能失去监护权。什么？啊？他怎么了？英子卡，什么？他铐起来了？我的孩子怎么了？他被铐起来了吗？啊！天哪！啊！这么小的孩子，他能出什么事儿？我的妈呀！小凤，小凤，你问问他们，姐，他把孩子弄哪儿了啊？先生，请问怎么回事？我们接到了举报，孩子已经很长时间一个人在家了，这是很危险的，也是不负责任的。社区义工已经把孩子保护起来了，现在你们要做好上法庭的准备。孩子的事情也许是误会。那你上法庭去说吧。好了，我们走。哎，你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姐，别着急，我们想想办法。这也太不讲理了，这哪是美国呀？姐，现在只有请律师了，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快点，花点钱走个后门，把孩子先领回来，你说呢？姐，这不是钱能解决的，当务之急是找律师。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能不爱惜吗？我把他锁在家里，他们怎么知道的？肯定有人报警了。哎，是不是那房东老头啊？只有他知道，我去找他去。姐，先别管那么多，找律师要紧。我这有个熟人，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去啊。哎，小凤，他不会不把孩子给咱吧？啊？这要等见律师以后。哎呀，喂，你好，我要找雷律师。喂，电话通了吗？姐，你别担心。雷律师在华人社区非常有名，他也是美国律师协会的，你就放心吧。啊，你好。你好，斯雷娜，请你把这些文件发给约翰先生，这个交给移民局。好的。你们好。你好，雷律师。你好，这是我姐姐。你好，请坐吧。你好。好吧，请你先说说情况。姐，我不知道美国有什么法律，我一回家他们就把孩子带走了。
你说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是常有的事吗？美国的法律就是这样。你们知道这2年中国来的移民很多，对待孩子的问题上，由于教育孩子的观念不同，已经产生了很多起的法律诉讼问题。所以，移民到美国来，在生活上、观念上，有一个比较长的适应过程。真的要上法庭吗？是的，肯定要上。我见不到我的儿子了。在法庭判决前你见不到。那需要多长时间？至少得半个月吧。判了以后呢？如果你胜诉就没问题了，如果你败诉，你将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不，你跟他说这要多长时间？也许3年、5年，直到成人。我是他母亲，妈妈呀！可是你已经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雷律师，我求求你，你帮帮我，一定帮我把孩子要到，好吗？我的孩子，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吗？姐，别哭了啊，会有办法的，雷律师会有办法的。这个文件需要你的签字。我姐姐现在非常困难，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你直接告诉我。费用是小事，现在就是不知道对方起诉的证人掌握了多少不利的证据。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打赢这场官司。我会尽力的。姐，你也别急了，再急也没有用。咱们呀，现在只能等。我只担心孩子这2天吃什么，这几天他肯定受了不少苦。姐，你放心吧，他们呀会照顾他的。哎，姐，秦岭在哪儿？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一声。不知道，离婚以后他再没回过这个家。不管怎么说，孩子毕竟是他的，他呀多少应该尽到一份责任。你说呢？姐，别哭了，啊，别哭了，姐，你这2天还是去上班吧，啊。你说我这个样还怎么去上班？姐，你在家等也没有用，这一切都得靠律师。姐，你还是去上班吧，啊。林女士，你来一下。老板。林女士，怎么3天不来上班，也不打个电话请假？我家里有点事儿。有事儿也应该打电话请假嘛。是。这是你的工资。老板，我被解雇了吗？没办法，你不来，我找别人顶你的工了。老板，再给我个机会吧，啊。
总不能再把别人解雇了吧？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嘛。这样吧，我问问我的朋友们，看他们有没有工让你打。嗨，大姐，你好吗？大姐，自从咱们离婚以后，你过得怎么样？啊？哦，对了，我忘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朱丽。嗨，他是你的熟人吗？她是我的大姐。大姐，我呢是不会用以前你对我的那种方法来对付你的。我这个人不记仇的，真的。你要有什么困难的话，尽管来找我。哦，这是我的名片。真的，什么事我一定会帮你的。啊，拿着。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声，你呢，在这儿你父母的那点关系啊，真的不管用，真的，只有我能帮你。啊？再见，再见。你好，比尔。他呢？你干什么去了？是回到你的亚洲，还是到亚马逊河去了？哪儿也没去。你不高兴？没有。哦，比尔。
给我画张像好吗？算了吧，塔娜。给你画像，我1分钱也得不到。哦，亲爱的，我给你爱情，爱情。你的爱已经给了太多的人了。可是，你是我的最爱。那段时间，大陆的精神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事业的无望，生活的无奈，使他觉得前途一片灰暗。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价值。他狂躁、彷徨和绝望。还记得我住的地方吗？早忘了。你可以重温一下旧梦。我从来没在你这做过梦。你可以现在做。进来，比尔。我看，我就送你到这儿吧。为什么？谢谢你，塔娜。难道你要为什么人负责任吗？那为什么不进来？比尔，要洗澡吗？啊？不。你喝点什么？酒、可乐、水？酒。比尔，我知道你肯定爱上了一个女人，对吗？是的，已经爱了很久了。但是你被伤害了。你怎么知道？我看你的眼睛。
比尔，我们是什么人？也许将来会是个大画家，可是现在不是。没有人理解我们，我们孤独，需要人爱，却又怕被爱，因为我们怕被伤害了。这是什么？让你忘掉一切的东西。比尔，比尔，比尔，过来。比尔，吻我。比尔，快吻我。比尔，怎么会这样？因为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吗？我们同命相连，比尔。对不起，我该走了。比尔，我的心随时向你开放。
大陆，是你吗？啊，你回来了。啊，你不是去洛杉矶了吗？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你吃饭了吗？啊，我没事。哎，那有包子，吃不吃？啊，行。你昨天上哪儿了？手机都打不通。啊，我跟几个哥们儿有点事儿。大陆，我以为你昨天去哪儿了呢？大陆，你不会再让我找了吧？放心吧，不会的。好了，诸位，我宣布兰士伯1年1度的首脑会议现在开始。首先，请首席设计师安瑟尼就这1年来兰士伯在时装界的表现做一个总结。非常荣幸能代表公司向董事会做年度的发言。这1年来兰士伯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优秀。几年以来，在我们大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兰士伯的销售量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过去的1年里，这种趋势已经化为实质性的飞跃。据我所知，今年的销售量比去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是的，整个时装界都在谈论兰士伯的新款套装。我想诸位一定注意到了，上个月的《纽约时报》把兰士伯的出色表现称作为出人意料的回归。首先，春夏装从服装设计到场地表演，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别具一格。以我的世纪末系列为首的一系列崭新的款式，令整个时装界发出惊叹之声。秋冬装，我们借春夏装之势，再打出几个新系列，可以说是连战连胜，战无不胜的。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谢谢。非常好，谢谢安瑟尼的精彩总结。唐潘，现在把你的市场调查报告说给我们听一听。我想还是另外找个时间再谈吧。有什么问题吗？也许。我想要说明的是，我的调查报告跟安瑟尼先生的有很大的不同。情况是这样，在过去的2个月当中呢，我查阅了3年的年度报告，结果呢是兰士伯的销售确实呈上升趋势。可是其中的原因，就像安瑟尼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服装的款式系列进行了很多的增项。那么款式一增多，我们相对而言要投入到生产和设计上面的成本就有所提高。相对于以前这种单项产品的批量生产来说，成本提高的幅度和销量是成正比的。所以说，销售呈上升趋势的状态是极其微弱的。严格的说，销量是在下降。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我又查阅了其他几个牌子的资料，像 GPNY 还有 KD 这2个品牌来说，我觉得他们是很稳步的持上升状态。像 GPNY 这个品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市场是从去年的5%到10%，然后又到今年的15%。另外像这个 KD 这个品牌，他们是以全面全新的款式进入了欧洲市场，他们在美国国内的销量也是从去年的8%到了现在的13%。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市场的这种趋势有一个错误的估计，就是说我们在新的市场是争取了3%的市场占有率，而我们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旧的市场。那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是从去年的，也就是几年前的吧，应该是18%、16%到了8%，
然后是5%，一直到现在几乎是3%。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兰士伯现在的市场占有率不但没有呈上升趋势，而且现在面临着失去跟竞争对手来竞争的这种能力。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没有人跟我们汇报是吗？是啊，我们公司应该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了。是的。好极了，我的设计部主任，哼，多么详尽而荒谬的调查结果！我希望所有这些数据都有根据，而没有因为个人目的而伪造事实的成分。安瑟尼先生，唐潘小姐，兰士伯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却在这说什么我们已经失去了竞争能力。我要提醒各位，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为了个人的目的，不惜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是伪造事实，耸人听闻。安瑟尼先生，作为你手下的一个设计部的主任，我必须很认真、很真诚地完成你或者是公司交给我的任务。这个报表我在1个月以前已经交给你看了，不知你到底看了没看？很抱歉，我没有看到什么材料。Cynthia，我要问你，到底有没有这份材料呢？安斯尼先生，我确实签收，并送给你了。也许你真的给了我，但是因为我太忙，没有看到。好了，诸位，现在休会，大家可以在会下充分的交换意见。雷恩先生，你能保证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吗？这都是我的第一手资料。如果您看过我的工作记录，您就会明白我做了多大的努力。你为什么不送给我看呢？雷恩先生，我是安瑟尼先生的部下，如果按照规矩的话，我应该先给他看。看来公司应该敲响警钟了。我希望这个报告里的主观成分越少越好。这是我的调查报告。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可以派别人去调查。告诉我全部情况。我知道你会来找我。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会把调查报告交给雷恩。你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我要解雇你。除非你告诉他们，是你由于某种疏忽，弄出一个世界上最荒谬的报告。对他们解释，那是你的事。我希望你去说明这件事。不，你被解雇了。我早就准备好了，不管是什么结果。唐潘，你要去哪儿？
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